最新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数据出炉了，这次可真是让人看得触目惊心。我们先说说今年1月份的房地产销售数据。中指研究院的监测显示，2025年开年第一个月，中国排名前100的房企总共才卖出了2350.3亿的房子，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6.5%。大家想想看，去年的春节可是在2月10号，今年是2月10号之前，按理说房企应该抢在春节前多卖点房子，起码不能比去年差吧。结果倒好，直接就给你来了个腰斩。更惨的是，往年1月份销售超过100亿的房企，基本上能有个7、8家吧。今年倒好，就剩5家了，少了2家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大房企都快扛不住了。而且呀，还有个更有意思的数据，这100家房企的操盘金额是2276.1亿，同比降了 3.2%。什么是操盘金额呢？就是说房企自己操盘的项目卖了多少钱。大家发现没有，总销售额降了 16.5%， 但操盘金额只降了 3.2%。这说明啥呢？说明这些房企已经开始自己圈地自萌了，都不敢接新项目了，就只能在自家的1亩3分地上耕种。最搞笑的是什么呢？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刺激楼市，可是花样百出啊。南京房协搞了个促销活动，从去年12月27号一直搞到今年2月28号，整整2个月。苏州、连云港这些地方呢，又是送特惠房，又是送景区门票。荆州、合肥、郑州、洛阳这些城市更绝，又是打折，又是送家电的。更重要的是啥呢？克尔瑞这个研究机构都出来预测了，说2025年商品住宅的供应量还得继续往下掉，新房成交量也得继续降。这话说得多委婉啊！翻译过来就是今年房地产市场要完。连房地产研究机构都不看好了，那这市场得差到什么程度？所以啊，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2025年房地产市场的开局比咱们想象的还要惨。房企没钱了，买房的人也没钱了，政府也没钱了。政府没钱怎么办呢？只能靠送景区门票、送家电这种小恩小惠来哄骗老百姓。这不就跟前朝末年官府发豆饼给灾民一样可笑吗？你说这些房企为啥这么惨呢？根本原因还不是中国经济不行了吗？ GDP 是涨了，但老百姓的钱包却越来越瘪了。你说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敢买房呢？要我说啊，这房地产市场想要真正好转，得等到啥时候呢？等到政府不再靠送景区门票这种小恩小惠来刺激市场的时候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一天怕是还远着呢。说完房地产市场，咱们再来看看另一个让人心惊的数据，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可是遭遇了滑铁卢啊。据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，去年第4季度，苹果在中国的销量直接就跌了 18.2%。要知道，就在1年前，苹果还是中国市场的销量冠军呢，这1年下来，直接被打到第3名去了，市场份额只剩1/6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我给大家算个账。以前苹果在中国的好日子，那可是从2010年到2015年。那会儿中国人买苹果手机就跟喝水一样随意。数据显示，苹果在中国的销量从2010年占全球份额不到 5%， 到2015年直接飙升到 25%。那时候中国可是苹果全球第2大市场，你说这日子过得多滋润啊！但是现在呢，中国市场的 iPhone 销量已经跌到只占全球 15% 左右了。为啥会这样呢？说白了，还是钱包问题。经济不景气了，老百姓哪还有闲钱买苹果呀？就连其他奢侈品牌在中国也是一样的遭遇。瑞士的利丰集团旗下有啥 Cartier、
卡地亚、Mont Blanc、万宝龙这些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都在往下掉，但人家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销售可都是蒸蒸日上。曼哈顿大学的科伊米西斯教授说得好啊，苹果现在的价格已经跟中国消费者的钱包不匹配了。更让苹果难受的是啥呢？你们肯定都知道，中国政府发话了，公家单位不让用 iPhone， 这一刀可就捅到要害了。而且你们注意到了没有，连央视春晚这种国家队都开始遮遮掩掩的了。春晚舞台上用苹果电脑，还得把苹果的标志给遮起来。主持人尼格买提私下用 iPhone 拍照，被网友发现后赶紧删照片，换成华为手机的合影。我就想问问，华为不是说遥遥领先吗？那春晚为啥还要用苹果的电脑呢？这不就跟你办酒席，摆个全羊在门口，结果厨房里煮的是挂面一样可笑吗？其实啊，中国消费市场现在的情况，用苹果这个例子就能说明白，有钱人越来越少了，中产阶级的钱包也越来越瘪了。连买个手机都要精打细算，这经济形势能好到哪里去？我估计啊，那些还在喊内循环、消费升级的专家，怕是连菜市场都很久没去过了。大家发现没有，这跟咱们刚才说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？都是因为老百姓口袋里没钱了，房子买不起了，苹果手机也买不起了，这还谈什么经济复苏呢？要我说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的钱包空了。政府想刺激消费，但老百姓哪有钱消费啊？送个景区门票就想让人买房，整个华为春晚就想让人放弃 iPhone，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说到这儿，大家应该都看明白了，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是什么问题？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，高端消费市场更是一塌糊涂。咱们来捋一捋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？首先，房地产市场这个风向标已经完全歪了。Top 100房企年初销售额直接跌了 16.5%， 这还是在各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搞促销的情况下。你说这些政府也是可怜，又是送景区门票，又是送家电，整得跟赶集卖大白菜似的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促销手段除了让人觉得好笑之外，还真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。为啥呢？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房子贵不贵的问题，而是老百姓兜里根本没钱的问题。你就是把房子送了，人家还要考虑装修钱从哪来，物业费从哪来，以后的生活费从哪来。这些都没着落，谁还敢贸然买房？再说说高端消费市场，苹果手机销量暴跌 18.2%， 这可不是小数字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央视春晚这出戏演的简直比相声小品还好笑。明明台上都是华为产品，结果台下全是苹果用户。这不就说明一个问题吗？就是现在的高端市场已经失去了消费群体，连央视的工作人员都不得不玩起了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把戏。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在于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出了大问题。你看看，克尔瑞预测今年房地产供应量还得继续下降，新房成交量也得继续往下掉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已经靠不住了。可问题是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儿呢？有人说靠消费升级，但是你看看，连苹果这种高端品牌都不得不推出429美元的廉价机型来抢市场，这哪像是消费升级的样子？这分明是消费降级啊！人家利丰集团的奢侈品牌在全球其他地方都在增长，偏偏在中国市场掉队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说明中国的消费能力确实是在往下掉啊！更可笑的是，政府现在的应对措施都显得特别无力。南京搞了2个月的房地产促销，荆州、合肥、郑州、洛阳这些城市，你送家电我送门票，搞得跟农村大集一样。
但是效果如何呢？销售数据已经给出了答案，一个字：惨。所以啊，2025年的中国经济恐怕不是那么好过。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个行业的问题了，而是整个经济结构出了问题。房地产撑不住了，高端消费萎缩了，老百姓的钱包也空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政府想刺激经济，就跟倒腾空钱包一样，再怎么倒腾也掏不出钱来。所以啊，2025年到底会怎么样？反正我觉得，中国人还是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。